妻子跟别人窃窃私语，刚好被丈夫看见了。当时夫妻俩四目相对，都很意外，因为这个时间两个人本应该分别在自己的工作单位上班，谁也没想到他们居然在这个星级酒店相遇了，而且身旁都有别的人。看背影就知道，与妻子交头接耳的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因为这个人高大黑壮，在自己和妻子的熟人圈子当中，就没有一个像这种形象的。好啊，珍珠凤，本以为你是个本分的淑女，没想到都是装的呀。想到这儿，这位丈夫马成龙就打算快步上前，问一问妻子珍珠凤，工作时间不在幼儿园上班，到酒店来做什么？另外，给你咬耳朵的这个胖男人是谁？你们是个什么关系？慢着，马成龙刚抬起发怒的左脚，脚底板还没往下落呢，他接着又一转念，不行，这是什么地方？星级酒店的大堂啊，公共场所，我就这样上去质问妻子，不太妥当。再说了，我身边还跟着这么一位爱八卦爱多嘴的女同事华万春，一旦有什么事情，这家伙回到单位之后像个大喇叭一样，还不得添油加醋的给我传个遍呀。想到这儿，马成龙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把抬起来的脚又轻轻放在了原地。与此同时，他把与妻子对视的目光迅速移开了，瞅着不远处的一棵发财树，假装像是不认识妻子珍珠凤一样。哎呀，马哥，那不是嫂子吗？女同事华万春惊叫一声，一句话就把刚才马成龙所有的想法全都给打乱了。便嚷嚷着，华万春就朝着马成龙的妻子珍珠凤走了过去。珍珠凤呢，似乎是跟那个高大黑壮的人也说完话了，朝着华万春迎了上来。万春，你们怎么也跑到这儿来了呀？嘴上跟华万春打着招呼，妻子珍珠凤用眼睛瞟了丈夫马成龙一眼，这一眼内容可是比较丰富啊，具体有多少层意思，大概也只有马成龙能够读懂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对丈夫马成龙跟女同事华万春在工作时间跑到酒店里来要做什么，很是疑惑。哼，快老实交代吧。嫂子，我跟马哥呀是来找人的，我们公司有一位大客户住在这家酒店，我俩这是一起去找客户谈公司业务。哎，嫂子，刚才那位是谁呀？说着话，华万春就把问题抛给了珍珠凤，这也等于是替同事马成龙问的。呵呵，我跟马哥这是有公事在身，很正常。嫂子，你跟刚才那位高大黑壮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别是有什么瞒着我们马哥的吧？嘿嘿，如果有的话，你绝逃不出本姑娘的法眼。当然，这都是华万春的心里话。作为一名资深八卦女来说，这是她最感兴趣的事情。珍珠凤一愣，心想这个华万春话可真多呀。我跟你也就是去年在你们公司的年会上见过一面，你倒是不把自己当外人。我老公马成龙还没开口呢，你却问上了。不过出于礼貌也得回答呀。他先是一回头，这才发现刚才跟自己说话的那个人已经乘电梯上楼，早没影了。珍珠凤转回头来，刚才那是一个小朋友的妈妈，她的女儿在幼儿园拉肚子拉了一裤子，我刚把孩子给她送过来了。珍珠凤这几句话还没说完，华万春的嘴巴就张开了，舌头吐出来老长，都差点忘了缩回去。马成龙也很意外，他也不相信刚才那个跟妻子小声说话的高大黑壮会是一个女人，还是幼儿园小朋友的妈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看那人也一定是个老爷们儿，说句不好听的，
那长相比我的阳刚气都要足。马成龙真想追问一句，不过他忍住了，转头对着女同事华万春：“万春，咱们快上楼吧，别让人家客户等着急了。”华万春本想接着再问，可一看马成龙都走出去好几米远了，他也只好朝着珍珠凤做了个鬼脸，跟在马成龙身后一同乘电梯上楼去找他们的客户去了。晚上回到家，临睡觉的时候，坐在床头，马成龙这才瞪大了双眼，直盯着妻子珍珠凤的脸，好能观察对方的面部表情。珠凤，白天那个黑胖子到底是谁呀？珍珠凤一愣，黑胖子？不是说过了吗？一个小朋友的妈妈呀。哼哼，你是开玩笑还是真当我傻？再不就是以为我瞎？那人是男是女，难道我会看不出来吗？看出来什么？哦，人家就是长得胖点黑点你就说人家是男的呀？就这样，你一言我一句，一声高过一声。大晚上的，这马成龙和珍珠凤夫妻俩为了别人的性别问题争的是面红耳赤。其实这哪是性别问题呀，是沟通问题，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信任问题。吵到最后，珍珠凤一气之下收拾衣服要回娘家，马成龙一看事情真要闹大了，更不好收拾，因为他毕竟也只是有点怀疑，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说能证明妻子珍珠凤做过什么对不起自己的事情。好吧，是我错了，大半夜的，老婆你可别出去，要是回娘家也得白天呀，再说明天还得上班呢，早点睡。珍珠凤本来也就是拿回娘家吓唬吓唬马成龙，见他老实了，自己也就顺坡下驴，钻进被窝赶紧睡觉了。可是事情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从此马成龙一有时间就会跑到那家星级酒店的门口，偷偷来回溜达2圈，希望能发现点什么。只可惜一晃1个星期过去了，马成龙既没有看到那位高大黑壮，更没有发现妻子珍珠凤再次出现。马成龙心想，要不算了，看来也许真是我多心了呢。于是他就不再往那家酒店跑了。忽然有一天下班比较早，马成龙鬼使神差，又忍不住来到了这家酒店附近，站在路对过，偷偷朝着酒店的大门口张望。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一点没错，正是妻子珍珠凤，身穿白底宝蓝大花连衣裙，肤白貌美，走起路来恰似3月的垂杨柳，左摇右摆的曼妙的身材格外出众。没等马成龙反应过来呢，妻子珍珠凤已经通过自动门进入了酒店大堂。哈哈，好啊，果然又来了，今天我非得抓住你实实在在的证据不可。便这么想着，马成龙穿过马路，下停了好几辆汽车，他就来到了大酒店门前，也从妻子刚刚经过的自动门进入了酒店大堂。正好看到电梯门刚刚关好，不用问，妻子珍珠凤肯定是在电梯里面。他上楼了，马成龙眼睛盯着楼层数字，5楼停了，6楼又停了，11楼也停了，然后电梯停在11层，好半天没动。于是马成龙抬手按下了电梯按钮。先生您好，请您出示一下房卡。马成龙扭头一看，原来是一位身着职业正装的年轻姑娘。这位姑娘自称是大堂经理，让马成龙出示房卡。马成龙没有啊，这大堂经理就不让他上楼。原来马成龙多次在酒店门口转悠，人家酒店保安早就注意上他了。现在他忽然闯进来就要上电梯，人家管理人员当然得盘问盘问了。马成龙说，我没住在这儿，我是来找人的。
说出了妻子的名字，人家一查，客人当中并没有叫珍珠凤的。保安就上来了，要请他出去，说请好听，其实就是轰马成龙走。马成龙一晃肩膀，不用你们推，我自己会走。说着话，他大踏步就走向酒店的自动门。刚出门口，后背被人拍了一下，扭头一看，马成龙吓了一跳，原来是妻子珍珠凤。怎么，今天这是又来找客户了吗？没有。马成龙稳定了一下心神，心想我紧张什么？我是来抓你的呀。珠凤，你这是又来干嘛来了？难道说那个小女孩又拉裤子了？那倒没有，我给小女孩的妈妈发邀请函来了，请她6·1那天去参加我们幼儿园的活动。说实话，其实是为了让你到时候看看人家到底是男是女。哦，是吗？那到时候我还真得去看看。哎，可惜人家是楼层经理，太忙，那天没空，到时候她的丈夫去。听到这儿，马成龙一撇嘴，正要说几句讥讽的话语，但是他没说出来。怎么回事呢？那位高大黑壮出了电梯，朝门口这边走过来了。意外的是，这位今天穿的是一条裙子。哎呀妈呀！马成龙觉得辣眼睛，可没等他回过神来，人家已经走近了。甄老师，幸亏你还没走远，我这儿附予一张白金卡，在我们酒店住宿的话可以打8折，你拿去吧。万一有用就用，没用就放着。6·1的事情真是不好意思啊，不过到时候孩子他爸爸一定能去。等这位高大黑壮的孩子家长回酒店之后，马成龙和珍珠凤夫妻俩这才一同回了家。马成龙是郑重向妻子珍珠凤道歉，珍珠凤很宽容，通情达理，原谅了丈夫马成龙。于是他们又继续过起了幸福的生活。